1994年的一个早上，在坦噶尼喀湖的岸边，一位叫做厄齐尔的当地部落土著人正在湖中打水。此时湖面一直弥漫着浓重的雾霭，能见度不到5米。同行的族人被他远远地落在身后。厄齐尔在打水的过程中丝毫没有感觉到危险正在朝他袭来。湖面上突然掀起一阵水浪，还没等到厄齐尔明白怎么回事，他就被一头森然巨兽拖进了湖中。厄齐尔只喊了一声救命，就沉入了湖底。湖面上的鲜血蔓延开来，又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族人们赶来后已经无力回天，人们回到部落后绘声绘色地描述起了湖中的水怪的外貌。这头巨兽长相十分恐怖，体长将近10米，有一双发光的双眼。一时间，人们再也不敢在湖边打水和洗衣服了。几天后，几名渔夫在河里发现了女人的尸体。女人的头看上去还算完好，她纤细的脖子和躯干的上半部分几乎没有什么损伤，但恐怖的是，她的下半身不见了，伤口的位置留下了一个不整齐的断面。欢迎来到老 K 档案室，今天我们来介绍非洲最为恐怖的传说——古斯塔夫。坦噶尼喀湖位于非洲中部地区，是一个淡水湖，地处东非大裂谷的西支部分，是一个由断裂下陷而形成的构造湖。坦噶尼喀湖不仅面积十分巨大，而且深度极深，湖泊平均深度为570米，其中最深处达到了惊人的1470米。而在这条湖泊的上游，有着布隆迪以及卢旺达这2个国家。1994年，一场震惊世界的卢旺达大屠杀，造成了卢旺达与布隆迪近100万人的死亡。2018年，布隆迪被世界幸福报告评选为全球最不幸福的国家。由于暴力和冲突不断，几十年来有很多的尸体被丢入河中，河水将尸体与血液一同汇入到坦噶尼喀湖里。没有人知道这里正在发生着某种可怕的变化，一直到一位名叫厄齐尔的当地部落土著人洗衣时发生意外，被一只巨兽拖入水中。这只巨兽究竟是什么？当地人猜测纷纷。坦噶尼喀湖一直以来都是野兽生长的自然温床，在这片水域中有很多的动物，但能将人体破坏到如此严重，又在水里生活的动物通常只有2种。第一是尼罗鳄，这是非洲体型最大的爬行动物，它们的捕猎范围很广，大多是捕猎一些在河边喝水的动物，但人类也在它们的捕猎范围之中。第二就是河马，与看起来温顺的外表不同，河马在发情期有时极为残忍，曾经还有过将人双腿弄断，活生生地啃走了内脏的案例。鳄鱼和河马共享着这片充满芦苇遮挡的河流，2种动物都擅长潜水，要找到伤人的野兽并不容易。布隆迪的基础设施落后，附近的村民在生活起居中也不可能不使用河流的水源。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地人又开始慢慢放松了警惕，又来到湖边取水。很快就发生了一件更为可怕的事情。当地人多以畜牧业为生，当天科尼达正赶着牛群来到湖边饮水，牛群发出了低沉的叫声，纷纷躁动起来，争先恐后地从水中向岸边奔跑。但一头身形庞大动物窜出水面，一口就咬住了一头牛的腿。对于科尔达而言，牲畜是最为重要的财产，他顾不上危险，直接跳入河中，用放牛的棍子狠抽河中巨兽。巨兽毫发无损，但马上撒嘴掉头咬住了科尔达的腰，随即便把他拖入湖中。这时在岸边的村民才看清楚巨兽的样子，那是一只体长超过6米，约20英尺，体重则被估计超过1吨，约2200磅。一只巨大的尼罗鳄，被咬住的人像一块破布一样的被甩来甩去，他的身体像麻花一样的变形，伴随着鳄鱼在水中的死亡翻滚，一声声足以让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也传入每一个人的耳中。2起湖中巨兽攻击人的事件发生后，当地有关部门非常重视，组成了专业的科研团队前往事发地点调查真相。在随后的2个星期呢，又有几人接连遭受到湖中生物的攻击而遇害。专家根据现场痕迹和目击者的描述，确定攻击人类的巨兽就是一条巨型的尼罗鳄。而这样频繁的袭击人，很显然这只鳄鱼已经吃人上瘾，
谁能从这么大一条鳄鱼的嘴里逃脱呢？面对如此穷凶极恶的怪物，布隆迪政府和当地部落并非无动于衷，政府派出了一支由10名精锐士兵组成的捕猎队，他们携带了当时最先进的自动步枪，信心满满的宣称要为民除害。他们在古斯塔夫经常出没的河湾设下埋伏，用一头山羊作为诱饵。他们在烈日下和蚊虫的叮咬中煎熬了2天2夜，但除了抓到一些体型不大的鳄鱼以外，完全没看到巨鳄的影子。似乎他知道怎么有效地避开陷阱。尼罗鳄可以多个月不用进食，没有定位设备和直升机，在100多公里的河上寻找一只会潜水的鳄鱼，简直比登天还难。就在他们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古斯塔夫出现了。他巨大的身躯悄无声息地浮出水面，那双冰冷的、没有丝毫情感的眼睛扫视着岸边。士兵们屏住呼吸，等到他爬上岸，靠近诱饵时，指挥官一声令下，密集的火舌瞬间喷涌而出，子弹如暴雨般倾泻在古斯塔夫的身上，打得他后皮上火星四溅。然而预想中巨兽倒地的场景并未出现，古斯塔夫只是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激怒了。他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那声音仿佛来自地心深处，充满了原始的暴怒。他庞大的身躯以与其体型完全不符的惊人速度，猛地转向士兵们的埋伏点，然后一头扎回水里。在士兵们还没反应过来时，他已经从另一侧的芦苇从中冲上岸，巨大的尾巴横扫而来。一个躲闪不及的士兵被直接扫飞，撞在远处的树上，当场毙命。混乱中，人们的射击变得毫无章法。古斯塔夫则像一辆失控的坦克，在人群中横冲直撞。巨口开合之间，又一个士兵被拦腰咬住。在凄厉的惨叫声中，士兵的身体被轻易地甩向空中。这次捕猎行动最终以惨败告终，2名士兵死亡，数人受伤。而古斯塔夫则叼着士兵的尸体消失在河水深处，只留下一片狼藉和人类的恐惧。之后3个月的时间，布隆迪靠近河边的村子没有人再目击巨鳄，周边也没有再发生鳄鱼袭击事件。就在人们还在想鳄鱼应该已经被击毙的时候，一天下午，几个村民在偶然间看见有一身满身弹痕的巨大鳄鱼正悠闲地在沙滩上晒着太阳。这只怪物还活着，连步枪都打不死它。2002年，法国动物学家帕特里斯经过一路的颠簸，抵达了非洲大陆。帕特里斯是专门研究爬行动物的专家，来到这里的目的是因为在2年前，他就在关注一个传闻，布隆迪的一带出现了一只被诅咒的食人鳄。直到它被发现开始，超过300人丧生在巨鳄之口，受害者遍布各个年龄和阶层。有在河边淘洗衣物的妇女，她们哼唱着古老的歌谣，将色彩鲜艳的布料在水中拍打。下一秒，水面突然爆开，一个巨大的头颅冲出水面，伴随着刺耳的尖叫和骨骼碎裂声，一切归于平静，只剩下水面上扩散开来的血色涟漪和漂浮的衣物。有在浅水区嬉戏的孩子，他们天真的笑声是河畔最动听的音乐。然而，古斯塔夫的出现毫无征兆，他能像一节沉木一样悄无声息地潜伏数小时。当孩子忘我地追逐一条小鱼时，他便从浑浊的水下发动致命一击，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呼救，那个小小的身影就消失在水面之下。还有那些经验最丰富的渔民，他们自认为读懂了河流的每一寸肌肤，却读不懂这头恶魔的心思。一个渔民正专注于收网，期待着满载而归。古斯塔夫会直接撞翻他的独木舟，用那足以咬碎钢铁的下颚将人和船一同碾碎。与普通鳄鱼捕食后会拖入水下溺死猎物在进食不同，这只泰坦巨鳄的许多受害者遗体都被发现，但通常残缺不全，呈现出一种令人费解的残忍。它似乎并不总是为了饥饿而杀戮，有时候它会咬掉一条腿或一只胳膊后便将尸体遗弃，有时候它会将受害者拖到岸上，像猫玩老鼠一样将其反复撕扯抛甩，直到变成一堆模糊的血肉。这种行为更像是一种示威，一种对这片水域绝对统治权的血腥宣告。本地居民对巨鳄进行了多次的围捕，但最终都没有任何的成果。甚至到了后来，当地人民口口相传，
这只巨鳄是上古时期一位法力高强的巫师，因为被族人背叛而惨遭杀害，尸体被抛入鲁奇奇河。他死前立下恶毒的诅咒，他的怨灵附身在一头年轻的鳄鱼身上，使其获得了不死之身和无尽的仇恨。在这个传说里，巨鳄之所以刀枪不入，是因为他被黑魔法保护着。他之所以疯狂杀戮，尤其针对人类，是因为他在执行巫师的复仇意志。他不仅仅是在捕食，更是在向所有人类宣泄着无尽的怨念。越是听到鳄鱼的传闻，帕特里斯越是觉得不可思议，简直已经成了神话里的怪物。一方面是出于职业的好奇，另一方面，帕特里斯也希望在不伤害鳄鱼的前提下，将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给捉回去。他们想要给这头巨兽装上追踪器，解开它身上所有的谜团。那么结局又将如何呢？为了抓捕这只庞然大物，为此他们设计并建造了一个巨大的陷阱。那是一个长9米、高2米、宽2米的巨型钢筋笼，坚固到足以困住一头大象。笼子的内部悬挂着活羊作为诱饵，一旦古斯塔夫进入笼中触动扳机，沉重的闸门就会瞬间落下。团队还在笼子周围和水下安装了多部红外摄像机，准备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他们将这个被寄予厚望的陷阱安置在古斯塔夫最喜欢的一个河湾里，然后开始了漫长而煎熬的等待。第1个星期毫无动静，第2个星期，一只胆大的小型鳄鱼闯了进去，被成功捕获，但它不是目标。团队将它放生，重新设置好陷阱。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就像在与一个看不见的幽灵斗智斗勇。摄像机偶尔会捕捉到古斯塔夫在深夜靠近的身影，他巨大的轮廓在红外镜头下像一个史前巨兽。他会围绕着笼子游弋，用他那双闪烁着诡异光芒的眼睛审视着这个不属于自然界的人造物。他甚至会用鼻子去触碰钢筋，感受那冰冷的触感，但他从未踏入陷阱一步。他似乎能理解这背后的危险，那是一种超越了普通动物本能的近乎于智慧的警觉。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所有的摄像设备都失灵了。第2天清晨，当团队成员焦急地前去检查时，他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陷阱的闸门被触发了，沉重地关着，但里面空空如也。笼子里的活羊消失了。更诡异的是，笼子本身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拖动了数米，深深地陷入了泥地里。法耶和他的团队检查了现场，得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结论。古斯塔夫在暴风雨的掩护下，设法从笼子外面利用他惊人的力量和体长，够到了里面的山羊，并将其拖出吃掉，甚至还戏耍了一下这个为他量身定做的陷阱。他根本没有进笼子，却吃掉了诱饵，并对人类的智慧进行了一次无情的嘲讽。2个月后，由于布隆迪再次爆发了严重的武装冲突，变得极不安全。帕特里斯的团队最终只能带着遗憾离开了非洲。帕特里斯拍摄的纪录片成为了后来研究这只食人鳄主要的信息来源，也是第一次将布隆迪这只肆虐了10年的怪兽曝光在了全世界的面前。帕特里斯将这只巨鳄命名为古斯塔夫，这是2战时期德国所建造的巨型列车炮的名字。对古斯塔夫那远超一般鳄鱼的吨位来说，这个名字很贴合。古斯塔夫到底吃了多少人，到现在也是一个未知的数字。但是他为何喜欢吃人呢？有科学家认为，因为其过于庞大的体型和衰老的身体机能，已经无法像年轻鳄鱼那样敏捷地捕捉河流中那些灵活的自然猎物，比如速度飞快的鱼群，或是警觉性极高的羚羊和斑马。追逐这些猎物需要消耗巨大的能量，而成功率却很低。相比之下，人类成为了一个完美的替代品。人类的活动范围固定，警惕性相对较低，行动速度缓慢，对于古斯塔夫这样的庞然大物来说，几乎唾手可得。在河边洗衣的妇女、洗澡的村民、划着独木舟的渔民，都成了他眼中移动缓慢的软柿子。因此，他将攻击目标从自然猎物转向人类，是一种被生存压力所迫的适应性行为。这个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为何频繁攻击人类，但却无法解释他那近乎疯狂的袭击频率和异常残忍的杀戮方式。
如果只是为了生存，为何要杀死远远超过自己食量的猎物？为何要将尸体撕扯得面目全非后又随意抛弃？巨物困境理论在古斯塔夫那纯粹的破坏欲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他解释了吃什么，却没能解释为什么这么杀。毋庸置疑的是，他给沿岸居民带来的恐怖，像一种慢性毒药。只要河边传来一声异常的响动，或是一个孩子惊恐地喊了一声鳄鱼，整个村庄就会瞬间陷入恐慌。人们会像受惊的鸟群一样四散奔逃，躲进屋子里，用门栓死死顶住门。这种恐慌情绪极易传染，有时候仅仅是一个未经证实的谣言，就能引发一场小规模的集体迁徙。2008年，曾有一个村庄因为连续3人被袭，全村在一夜之间集体搬离了他们世代居住的河畔家园，向内陆迁徙了10几公里，宁愿忍受缺水和贫瘠的土地，也不愿再活在那头怪物的阴影之下。孩子们的童谣里不再有对河流的赞美，取而代之的是不要去河边，古斯塔夫会咬掉你的脚趾这样恐怖的警告。为了平息古斯塔夫的愤怒，各种绝望的仪式应运而生。在月圆之夜，一些村庄的萨满会带领村民来到一个他们认为安全的河岸，举行祭祀仪式。他们会将村里最肥壮的黑山羊宰杀，将鲜血洒入河中，然后将整个羊沉入水底，作为对河神的献祭。他们吟唱着古老的安魂曲，祈求河神收回他的怒火，放过可怜的凡人。然而，这些虔诚的祈祷和昂贵的献祭从未换来真正的安宁。死亡的阴影依旧盘旋在鲁奇奇河上空。古斯塔夫的下一次袭击可能就在明天，也可能就在下一秒。仪式的唯一作用或许只是给这些被恐惧折磨得濒临崩溃的人们一个短暂的虚假的心理安慰。时至今日，古斯塔夫的故事依然像鲁奇奇河的雾气一样神秘而挥之不去。他成了一个薛定谔式的怪物，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出他是否还活着。最后一次得到确认的目击报告大约是在2015年左右，之后他便如同人间蒸发一般消失在了公众视野中。关于他的结局流传着各种版本的猜测，有人说他终究没能抵挡住岁月的侵蚀，已经老死在河流深处某个不为人知的洞穴里，巨大的骸骨正被淤泥和时间慢慢掩埋。也有人坚信他只是变得更加狡猾，迁徙到了河流更上游更人迹罕至的区域，继续着他的潜伏和杀戮。还有一种更富戏剧性的说法，他在与一头年轻雄恶的王位争夺战中受到重创，最终死去。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试图掌控、改造甚至征服自然的历史。我们建造大坝，截断河流；我们移平森林，兴建城市；我们用基因技术改造物种，用现代武器消灭天敌。我们站在食物链的顶端，手握着科学与理性赋予的权利，一度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了这个星球真正的主人。然而，古斯塔夫的出现就像是自然界对人类这种狂妄自大的一次无情嘲讽。他用自己那身刀枪不入的厚皮蔑视着人类引以为傲的现代武器，他用自己那超越动物本能的智慧戏耍着科学家们精心设计的陷阱，他用自己那纯粹而原始的暴力撕碎了人类用文明和秩序编织起来的安全感。我有时在想，不一样的文化属性可能会产出不一样的怪物。尼斯湖中有避世的水怪，喜马拉雅山里有神秘的雪人，冰岛的近海中藏着北海巨妖布隆迪连连战乱不止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满身但喊刀枪不入，食人无数古斯塔夫的传说，或许就是当地战争和暴力的阴影投射到一条鳄鱼身上的产物，被人类的双手染红的河流，最终催生出了这样一只让人恐惧的怪物。古斯塔夫暂时消失了，但或许有一天，当这里又一次被暴力侵染的时候，设置恐怖的巨鳄也许就又会重返人间。